那天夜里，小镇格外安静，路灯昏暗，风也停了。可就在凌晨1点，一阵奇怪的喇叭声响了起来，声音一阵阵的回荡，像是从巷子尽头传来的。附近的居民都说，那声音太怪了，像是被拉长，还带着回音。可当有人追过去想看看，街上却什么都没有。第二天早上，有人在地上发现了车轮印，可奇怪的是，那条巷子10年前就被封死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深夜1点，那声音又会响起，一声声的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回荡。烤红薯，热乎的红薯。美国亚利桑那州与犹他州交界，一片被称为纪念碑谷的红色荒原。那天，游客们正准备离开，天空却突然暗了下来。他们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幕。气象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哈布风暴，风速可超过每小时100公里。但奇怪的是，那天周围没有风，也没有任何天气预警。沙柱持续旋转将近1个小时，形状不断变化，有时像人影，有时像张开的手。当地的瓦纳霍族长者说，那片谷地曾是风之灵的安息地，每隔几年他们就会重新起舞，带走那些擅自闯入的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画面至今无法用科学去解释，有些故事只敢在夜里轻声讲述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能动动手指点个赞，我会在这里向你表示由衷的感谢。同时，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又惊悚的记录，也别忘了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还有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，请留言下来。你的一次点击就是支持我们持续揭开更多未知真相的力量。那天夜里，餐厅早已打烊，值夜班的保安正在巡视。他看到角落里坐着一个小孩，正安静地吃着东西。他以为是客人落下的孩子，还摸了摸他的头，笑着说：“太晚了，该回家了。”第二天，同事问他昨晚在跟谁说话。他打开监控，给同事看了下昨晚的孩子，可画面里整个餐厅空无一人。他在对着空气讲话，还抚摸着某个不存在的小孩。他一脸震惊，明明就有个孩子在那桌吃饭啊，我还让他早点回家呢。同事沉默了几秒，声音发抖地说：“那张桌子，半年前有个小孩在那里窒息过。”保安的脸一下子白了。他突然记起，昨晚那孩子确实说过一句话：“叔叔，我还想再吃一次。”一名女子正在自家后院除草，阳光正好，
空气静得连风声都没有。就在他弯腰时，地面上一个奇怪的圆环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数百只细小的虫子首尾相接，在原地不停地打转，它们没有挣扎，也没有散开，每一只都跟随在前一只的后面，像是被某种力量控制着。有人称之为死亡螺旋，但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那是加纳海岸的一个早晨，时间大约是早上7点，海雾还没散尽。拍摄者说，他原本只是想记录日出的画面，可镜头里出现了2个奇怪的身影。他们并没有交流，只是静静地抱着，偶尔低头看向脚边的海水。可以看到那影子在动，像有什么东西正被他们紧紧抱在怀里。几秒钟后，一阵浪打来，2个人的身影被海水淹没。当水退去，岸上只剩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。那天夜里，森林里燃起了一堆篝火，几个人围在一起，好像在进行某种仪式。火光下，一名女子被带到中央，她站得笔直，表情麻木，仿佛灵魂被抽走。身后出现的人物身形像人又不像人。当他抱住女子的那一刻，他的身体突然不再摇晃，像是被唤醒了。后来有人回到那片森林，地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堆燃尽的灰烬和一串脚印。2021年，澳大利亚西海岸，一名游客独自沿着海边散步，可就在弯腰的那一刻，他发现了一块漂浮在空中的石头。石头距离地面只有几厘米，却稳稳地悬浮在那里，没有线，没有磁铁，连风都吹不动。那天早上，北达科他州的气温还在0下。一名墓地管理员巡查时，看到了一幕让他毛骨悚然的场景。3只火鸡正绕着同一座墓碑，一圈又一圈，从头到尾没有停过。这块墓碑是几天前刚下葬的人。管理员上前驱赶，也无济于事。后来他休假离开了那片墓地，可每次经过那里，都能听见雪地里传来沙沙的脚步声。这天晚上，米娅在窗边刷手机，无意间发现对面的邻居家灯火通明，几个人围坐在餐桌旁，看起来很平静。可奇怪的是，吊灯一直闪个不停，屋里的人却并未察觉。直到最后1秒，所有人突然转头，直勾勾地盯着拍摄的方向。那一刻，他的手机差点滑落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那个房子
已经空了3个月了。那天午后的阳光很刺眼，一名女子坐在车里随手玩着手机，车速不快，路面平坦，可就在镜头里，她无意拍下了一个奇怪的男人。直到她放大画面，才发现那个男人的身上竟然有3条腿。几天后，她坐上同一辆车，路过同一条路，窗外却空无一人，可导航的屏幕上却显示前方有人。夜已经深了，她刚下夜班，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街灯昏黄，风也停了，整座城市像是睡着了一样。可就在拐角处，他看到一件让人害怕的事：整条街都是干的，只有那一片地方在下雨。你注意到了吗？雨点只在那一处落下，周围都是干的，没有风，没有云。他抬头时，只看到一片清空的夜。他把视频发到网上，评论区里有人说是灵异区域，也有人说那只是某种信号的干扰。可直到现在，他再也没有见过那场只属于一处的雨。傍晚的天空阴了下来，几名男子徒步到山崖边，随手抓起一把树枝，想要扔进峡谷里。你看到了吗？树枝的轨迹几乎原路返回，像是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拖着。风向不对，气流也解释不通，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？有人说这里隐藏着奇怪的上升气流，也有人说那是山神的恶作剧。可每次树枝被扔下去，它都会回来，像是在提醒人们，有些地方不该轻易打扰。一天下午，天气雾蒙蒙的，男子骑着摩托车缓缓驶过，可就在转弯时，突然失控摔倒。奇怪的是，摩托没有倒地，而是自己原地转了一圈，然后朝着反方向加速驶离。你看到了吗？远处那个人也停下了脚步，没有靠近，只是盯着那辆自己开走的车。男子追了上去，但摩托车越跑越远，直到拐角处慢慢停下，引擎还在转，可车上始终没人。那是一个闷热的要命的夏天，太阳像被拧开的火炉。一名男子下楼取车时，却发现自己的车变了样。漆面鼓起一颗颗圆包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从里面往外顶。旁边几辆车也全是一样的状况，每一辆都像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泡。那是一个深夜的捕捞作业，渔船在外海飘着，灯光照得海面发白。一条巨大的鱼被困在网中，船员们合力将它往甲板上拉。
就在鱼被拽出水面时，海里伸出了一只手。那不是浪，也不是漂浮物，那只手细长灵活，像是在拼命抢回什么。可就在鱼被彻底拽上船的那一刻，那生物失去平衡，整个人影坠入海中，只留下了大片翻腾的浪。渔民探头望去，海面空无一物，可在甲板上，那条鱼仍在挣扎，鱼鳞上残留着几根人类的头发。那天夜里格外宁静，风停了，连狗叫声都没有。可就在凌晨1点左右，有人抬头看见天空在转动。那些光点不是星星，它们围成了一个完美的弧，不断旋转闪烁，却听不到任何声音。手机记录下整个过程，足足持续了1分钟。第二天清晨，拍摄者上传了视频，却发现画面最后2秒被系统自动裁掉。而在原视频的最后一帧，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更亮的光点，正缓缓下降，落在城市的方向。2023年6月3日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，天空阴沉，却还算平静。居民们拿起手机，因为他们看见成千上万的黑点从地平线那头涌了出来。那并不是风暴，而是一场无法解释的群飞。鸟群、昆虫、碎叶全在空中旋转，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吸引。几分钟后，天空的颜色开始变化，空气里传来了低沉的轰鸣。不久之后，那片区域形成了一场强烈的龙卷风。有人说这些生物在逃离，也有人说他们是在迎接某种即将降临。那是一个风浪不大的夜晚，渔船在外海作业，灯光晃动，浪声很近。就在渔网被拉上来的那一刻，船员们都愣住了，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鱼。它有着人类的脸，苍白的皮肤，下半身却是鱼的尾巴。有人说那是深海变异体，也有人说那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。视频流出后引起公众的热议，但我个人觉得这很可能是假的。但如果它是假的，那它的眼睛为什么会动呢？你怎么看呢？评论区可以告诉我你的看法。那段时间，妈妈总觉得孩子有些不对劲。洗澡的时候，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，但每次说给丈夫听，他也只是笑笑，说是老婆思维太紧张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她决定拍下来。水是从固定位置浇下去的，但漩涡的方向却是旋转的，每浇一次，漩涡的中心就更明显，像是被什么力量吸引。视频发给丈夫后，他也愣住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妈妈心里一沉，缓缓推开浴室的门，在看被浴巾包裹的孩子时，头发在没有浇水的情况下竟自己旋转了起来。
那只猫是我朋友在郊外捡到的，因为它不方便养，就送给了我。刚开始我还觉得挺正常，可养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它有点不一样。有一天，我随手拍下了下面这段视频。它的身体完全没动，连呼吸都几乎看不到，只有那双眼睛在动，不像是好奇，更像是观察某个看不见的实体。更奇怪的是，每次他的眼睛转向一边，我家另一间房的门都会轻轻动一下。后来我试图锁上那道门，可那天夜里我还是被一种目光惊醒。睁眼的第一秒，他就趴在床边，那双眼睛正慢慢地转向我。好吧，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我们的节目又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这里是飞鸿禁地，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。黎明将至，我们午夜再见。